大明，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？我姑姑52岁，居然去考了驾照，而且一次就过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记得他以前特别怕开车，好像还说过这辈子都不打算学了，怎么突然就下定决心了？对啊，他自己都说，年轻的时候一直觉得都这个岁数了，学了也没用。结果这次鼓起勇气去学，教练都夸他学得比很多年轻人还稳。这倒是挺励志的。是什么让他突然改变主意的？说来也巧，他说是因为孙子上小学了，他想着以后接送方便一点，与其一直依赖别人接送，不如自己学会开车。这个理由挺实际的，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的目标，就是生活里一个具体的需要。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，与其一直担心自己学得慢、学得晚，不如干脆试试看，反正不是永远不会知道结果。这句话说的挺实在的，很多人担心的其实不是学不会，而是万一学不会，会不会显得很丢人？对，这种担心别人怎么看的心理，反而比学习本身的难度更能拖住一个人。很多人不是学不会，而是根本没敢真正开始尝试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因为太晚了这3个字，把很多本来可以开始的事情，一直往后拖。欢迎回到 Go Mandarin Daily， 我是大明。我是小雨。今天这一期是 HSK 5到6集，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简单，但其实很多人都卡在里面的话题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鸡汤，但今天我们想聊的更实际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大家最常有的一个想法说起。很多人一想到要学新东西，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对，尤其是跟比自己年轻却已经很厉害的人一比，就更容易打退堂鼓，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了。其实这种太晚了的感觉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种观念，好像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固定的时间表，几岁该做什么事。比如说，20几岁该确定职业方向，30几岁该成家立业，一旦超过了某个年龄还没做到，就会被说成晚了。这种说法在网上还有个专门的词，叫赢在起跑线，好像人生是一场比赛，跑得慢一点就注定落后。但现实是，人生根本不是一场所有人同时起跑的比赛，每个人的起点、节奏、方向都不一样。而且社交媒体还让这种焦虑更严重了，你一刷手机，到处都是同龄人取得成就的动态，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已经落后一大截。其实那些动态往往只展示了别人最风光的一面，没人会专门发一条，说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做成，或者练习的时候有多笨拙。如果我们只拿自己最普通的日常，去跟别人精心挑选过的高光时刻比较，那当然会觉得自己一直在落后。可是这个所谓的时间表，其实是别人定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说得对，而且很多时候，只要你真的开始做一件事，坚持下去，进步的速度往往比你想象中要快。我倒是想到一个例子，我认识一位阿姨，55岁才第一次拿起画笔学油画，一开始画的歪歪扭扭，她自己都笑说像小孩子涂鸦。那他一开始有没有想过放弃？当然有，她说前半年画的特别难看，好几次都想把画笔收起来，觉得自己没有天赋，不适合画画。那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她说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特别小的目标，不是画得多好，而是每周至少画一次，哪怕只画15分钟，而且完全不给自己设时间上的截止日期。不设截止日期，压力反而小很多。后来呢？坚持了3年之后，
他的作品居然入选了社区的画展。很多来看展览的人根本猜不出这些画是一个50多岁才开始学画的人画的。这个例子挺说明问题的，说明技能这种东西越练越熟，跟起步的年龄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对，反而是那种因为怕晚而干脆不开始的人，才是真正把时间浪费掉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说服自己现在开始就好，尤其是看着身边同龄人已经很厉害的时候，心里难免会有点自我怀疑。说到这个，我倒是想反驳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标题，真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吗？比如说50岁才开始练体操，想成为奥运选手，这现实吗？这个问题问得挺好，我觉得关键是要区分清楚，是想单纯享受一件事，从中获得成长，还是一定要达到某个特定的跟年龄强相关的顶尖目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目标是成为世界冠军，年龄确实是一个客观限制。但如果目标是学会一项技能，丰富自己的生活，年龄就没那么重要了。这个区分挺关键的，很多人把两种情况混在一起想，结果本来只是想学着玩的事，也被自己想象成了一场必须争分夺秒的比赛。说得对，我们今天聊的更多是后一种情况，绝大多数人想开始做的事，其实都不属于那种对年龄极度敏感的极端目标。而且说实话，越是等到条件完美了才开始，越容易永远等不到那一天，因为完美的时机本来就不存在。对，与其等一个不存在的完美时机，不如接受一个不完美但真实存在的现在。这种感觉很正常，但自我怀疑跟不该开始完全是两回事。哪怕心里犹豫，也可以先迈出很小的第一步，边做边调整心态。越是纠结要不要开始，反而越容易一直停在原地。所以问题从来都不是晚不晚，而是要不要开始。说到这个，我们想到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方法，叫5分钟启动法。5分钟启动法，听起来门槛很低。对，就是不管你想学什么，先不要想我要学到什么程度，要坚持多久，只答应自己先做5分钟。为什么是5分钟，而不是半小时或者1小时？因为5分钟短到几乎没有任何借口拒绝，你不会觉得有压力，反而更容易真正迈出第一步。那5分钟之后呢？很多时候，5分钟一过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进入状态了，说不定会想接着做下去。但就算真的只做了5分钟，也已经比一直拖着没开始要好得多。这个方法听着挺适合我这种拖延症患者的。而且，它的关键不在于5分钟本身能学到多少东西，而在于打破必须准备充分才能开始这种心理障碍。说得对，很多人迟迟不开始，不是因为没时间，而是因为把开始这件事想得太隆重，太有仪式感了。比如说，想学英语，就觉得要先买好教材，报好班，规划好整套学习计划，结果准备工作做了一大堆，真正开口说英语的时间反而少得可怜。对，5分钟启动法刚好反过来，不用什么都准备好，先做了再说。比如今天就打开一个视频，跟着说5分钟，明天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我自己试过用这个方法学做饭，一开始只答应自己切5分钟菜，结果经常切着切着就顺手把整道菜做完了。这就是5分钟启动法厉害的地方，它降低的是开始的门槛，而不是你能做到的上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也想到一件自己一直想做，却一直没开始的事——游泳。我从小就怕水，一直没学会。那你要不要就用5分钟启动法试试？不用一开始就下水游一整圈，先在水边站5分钟，适应一下也算开始。
这个要求确实低到我没有借口拒绝了。那我们就说好了，这周都试试看。欢迎回到第二部分，接着我们上半部分聊的5分钟启动法。这个方法说起来简单，但真正开始去做，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的，尤其是第一次尝试的时候。说好这周我要试试用它开始学游泳，先在水边站5分钟，慢慢适应，而不是逼自己立刻就下水。毕竟怕水这件事也不是1天2天形成的。不是，是我要试试怕水这件事，你负责监督我，我们下一集互相汇报进展，看看谁真的坚持下来了，谁只是嘴上说说。好，那我也说说我打算怎么用这个方法。我一直想学做一道拿手菜，正好可以从切5分钟菜开始，慢慢熟悉厨房里的节奏。说不定这周结束，我们俩都能有一点小小的突破，哪怕只是学会一个新动作，或者切菜的手法比以前熟练了一点。重要的不是这周就要做出多大的成绩，而是真正迈出了那一步。我还想到一点，除了自己一个人试，如果能找到一起开始的伙伴，其实也会容易坚持很多。对，一个人容易半途而废，但如果身边有人也在做同样的事，互相提醒，互相打气，坚持下来的概率会高很多。我姑姑考驾照的时候，就是跟社区里另外2个同龄阿姨一起报的班。她说，光是有人陪着一起紧张，一起练车，心理压力就小了不少。这倒提醒了我，与其自己一个人闷头开始，不如去找找身边有没有同样想开始学点什么的朋友，说不定还能顺便认识新朋友，一起进步的感觉也会更有动力。说到这个，我们的评论区其实就挺适合当这样一个小社群，大家可以互相留言，看看谁也在尝试同样的事情。不过，我猜可能有人会问，如果自己想开始的事情太多，游泳、画画、学做饭、学一门新语言，到底应该先从哪一件开始？特别是像我们的听众，很多人本身就是在学中文这件事上，重新给自己一次开始的机会。这个问题我倒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，就是先问自己，哪一件事，只要一想到就会觉得有点兴奋，而不是有点有压力。对，兴奋感其实是一个很诚实的信号，说明你内心是真的想做这件事，而不是因为觉得应该做才勉强自己。如果几件事都差不多兴奋，那就干脆选那个门槛最低，最容易执行5分钟启动法的那一件，先从最容易开始的地方入手，把成就感先攒起来。等这一件事真的养成习惯了，再考虑要不要加上下一件。一次专注做好一件事，总比同时开始5件事，结果哪个都没坚持下来要好。而且我发现，把想做的事情说出来，跟别人分享，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推动力。说出去之后，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半途而废的感觉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意把各自的小挑战说出来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一种公开宣布，给自己多一点坚持下去的动力。那接下来，我们把今天聊到的几个词再慢慢过一遍，正好也可以当做学中文这件事本身的一次小小的5分钟启动。第一个词是起步，指开始做一件事的最初阶段。你可以说，只要愿意起步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，怕的从来不是慢，而是根本不出发，甚至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。第二个词是坚持，指长时间持续做一件事，不轻易放弃。你可以说，坚持比天赋更重要。很多看起来很厉害的人，其实只是比别人多坚持了几年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比别人聪明。第三个词是自我怀疑，只对自己的能力或选择产生不确定、不自信的感觉。你可以说，越是缺乏经验，越容易陷入自我怀疑，这几乎是每个初学者都会经历的阶段。重点是不要被这种感觉困住。第四个词是从零开始，指完全没有基础，从最开始的地方入手。
你可以说，哪怕从零开始，只要肯练，也能慢慢进步。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的，每个厉害的人都曾经是新手。第5个词是天赋，指一个人天生具备的才能。你可以说，很多人过度看重天赋，却忽略了努力的作用。其实，天赋只能决定起点，不能决定终点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往往是后天的努力。第6个词是积累，指一点一点的聚集、增加。你可以说，能力是靠日积月累积累出来的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这跟存钱的道理有点像，每天存一点，时间久了才会看出差别。第7个词是迈出，指走出、跨出，常用来形容开始做某件事的第一步。你可以说，只要迈出第一步，后面的路会越走越清楚，站在原地永远看不清方向，只有走起来，视野才会打开。第8个词是犹豫，指拿不定主意，迟迟不做决定。你可以说，与其一直犹豫，不如先试一次再说，试过之后，至少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假设里。第9个词是突破，指打破原有的限制，取得新的进展。你可以说，他在绘画上的突破，来自于每一次不放弃的坚持，而不是某个突然降临的灵感。进步往往是很多个5分钟叠加出来的结果。最后一个词是蜕变，指经历一个过程之后，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。你可以说，那位阿姨这几年的蜕变，让身边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也让她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些。起步、坚持、自我怀疑、从零开始、天赋、积累、迈出、犹豫、突破、蜕变，这10个词希望能帮你更好地聊聊这个话题。其实把这10个词连起来看，正好也是一个人从开始到改变的完整过程。先是起步，然后可能会自我怀疑，但只要坚持积累，迈出一步又一步，慢慢就会有突破，甚至彻底蜕变。听你这么总结，我突然觉得，与其说今天在教中文词汇，不如说这10个词本身就是一份挺完整的行动指南。说的挺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。今天从我姑姑考驾照，聊到那位阿姨学油画，再到5分钟启动法，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：开始永远比完美更重要。是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能力，也不是时间，而是那个愿意先做5分钟试试看的决定。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，不只是记住这10个新词，也能真的想起来一件自己一直想做却没开始的事，然后给自己5分钟。哪怕这5分钟最后什么都没改变，至少你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是想想，却从来没试过的人了。而且不用一开始就跟别人比进度，每个人的5分钟能走到哪一步都不一样，关键是自己有没有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。说得对，跟自己比，而不是跟别人比，这样心态会轻松很多，也更容易长期坚持下去。别忘了，我们准备了免费的学习笔记，里面有完整文稿、拼音、重点词汇和练习，链接就在下方描述里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一直想开始，却因为觉得太晚而一直没有行动的。不管是学一门乐器，还是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，都欢迎说出来。也欢迎你分享一下，如果用5分钟启动法，你最想先试试做什么？哪怕只是一个很小、很具体的行动。我们下一集见，到时候聊聊这周的5分钟挑战完成的怎么样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进展。谢谢大家收听 Go Mandarin Daily，我们下次再见。